在我最好的朋友塞拉·罗德斯婚礼的前一天，我被移出了伴娘团群聊。伴娘人数已经满了，而且考虑到你刚分手，有点不吉利。亲爱的，这次你就别参与了。我看着那条消息，又看了看我亲自垫付6位数为他定制的奢华的梦想婚礼合同，一声冷笑冒了出来，冰冷而尖锐。我花了快1年的时间为他牵线搭桥，动用了我所有的人情。这就是我的回报，被称作不吉利。他似乎完全忘了，我才是这场婚礼真正的总承包商和幕后金主。那些名流餐饮团队、白金级别的司仪、古董劳斯莱斯车队，他们签约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卖我和我父亲一个专业人情。我才是法律上的联系人，现场总指挥，也是支付了所有押金的人。这整场婚礼从构想到执行都与我密不可分，而不是与他这位新娘本人。我没有惊慌，也没有发怒，我只是默默截屏了剩下的每一份合同、餐饮、摄影、车队服务的最终付款条款，然后发到了我们更大的朋友圈群聊里。1小时后，超过10几家供应商宣布第2天暂停服务，理由是完全无法联系到新的客户关系负责人。当晚，他穿着定制的丝绸睡袍出现在我家门口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求我让婚礼继续进行。晚上快11点的时候，我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狂闪起来。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条灰色的系统通知，一行刺眼、冰冷的文字盯着我。塞拉·罗德斯已将您移出群聊凤凰兵团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大脑空白了好几秒。这是核心的婚礼筹备群，明天就是他那场盛大、上流社会的婚礼了。我点开群聊，应用确认，您已不是该群成员。紧接着，我的朋友莱克西·肖的私信就轰炸了过来，一连串震惊的问号砸在我的屏幕上。奥布里·米勒，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看错吧？塞拉把你，首席伴娘，踢出来了。婚礼前一天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气息不稳，胸口发紧，打字时手指微微颤抖。我回复莱克西，是真的，刚发生。莱克西立刻发来语音通话，我按了拒绝。我不想说话，一个字也不想说。他的语音消息紧随其后，声音因愤怒而尖锐，完全无法克制。他疯了吗，奥布里？这都不是用完就扔了，这是光速背叛。不，我现在就进群去。他不能就这么把你踢了，他必须给个说法。我打字回复，尽管内心一片混乱，语气却异常平静，每个字都像耗费了我一丝灵魂。莱克西，别去，没用的。莱克西无法理解，为什么？你就这么咽下这口恶气？他把我踢出来，就是想切断沟通。他选在婚礼前夜，就是知道我没时间反应。这不是失误，这是预谋。莱克西那边沉默了。1分钟后，他发来一张截图，是伴娘团的群聊，显示塞拉刚发布的一条新公告。所有人，姑娘们，计划有点小变动，抱歉啦。伊桑的表妹非要当伴娘，家里压力太大，我实在没法拒绝。名额满了。而且嘛，你们都知道奥布里刚分手，他现在气场有点不太对。婚礼是喜事，我不想让他更难受，也不想有什么晦气，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行吗？明天酒店见啦，爱你们。公告下面，其他几个伴娘已经跟着回复了，收到。塞拉，你真贴心。莱克西的下一条语音消息气得直发抖。奥布里，你看见了吗？他用他未来老公的表妹把你换了，还说你这个刚分手的人不吉利。你怎么敢这么说？在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之后，这场婚礼的每一个细节是谁一手操办的？是谁垫的钱？光策划你就垫了5万多美金，他1分钱都没还你。他利用你的人脉榨干你，现在用完了就像丢垃圾一样把你踢开，连个像样的谎都懒得编。莱克西的话在我脑中嗡嗡作响。为了他那场镀金时代盛宴主题的婚礼，我花了半年时间，耗尽了我欠下和能借到的所有人情。
他那件必须拥有的、具有博物馆级别的明朝灵感婚纱。我动用了在博物馆当馆长的朋友的关系，那支古董红旗车队，我让我父亲动用了他在独家商业协会的人脉才搞定。顶级的婚礼策划公司帝国盛典，我用了 CEO 的私人人情才让他们破例加塞。现在婚礼万事俱备，大幕即将拉开，而我这场盛宴的导演因为刚分手和不吉利被踢开了。我保存了那条冰冷的系统通知截图，以及塞拉那条令人作呕的虚伪公告截图。然后我把手机扔到一边，把脸埋进了枕头。莱克西的语音消息还在不停地响，他的怒火比我的更炽烈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奥布里，你真就这么算了？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你刚分手，他觉得你好欺负。你为他牺牲了那么多，他不但不感恩，还反过来踩你。你必须去找他对峙，不能让他这么顺顺当当的走红毯。我从被子下伸出手，摸到手机，靠在了床头。最初的震惊和刺痛已经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平静。我打字回复莱克西，他把我踢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没法对峙。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他只会躲在他那套"我是为你好"的虚伪说辞后面。跑去现场闹，只会让我像个歇斯底里的笑话，正中他下怀。莱克西很气恼，那怎么办？就这么让他得逞？想到他能得到幸福结局，我就恶心。我盯着天花板昏暗的光线，嘴角浮起一丝没有笑意的弧度。莱克西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莱克西立刻回复，好，什么计划？快说。我全力支持。我没有回复。我没有打电话给塞拉要说法，也没有联系他的未婚夫伊桑、布莱克伍德哭诉我的委屈。我只是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找到了我为他婚礼创建的专用文件夹，里面是我6个月精心工作的成果，10几家供应商的合同、策划、摄影、设计师婚纱、古董车队、场地，每一份都把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列为第一客户联系人。每一份合同都清晰地盖着最终付款日期的印章，婚礼前一天，也就是今晚。我已经支付了5万多美金的押金，而剩余的尾款超过10万美金。合同规定由新人在婚礼前夜结清。我为每一份合同最关键的一页，客户代表和付款条款页，截了清晰的图。然后我打开了一个叫核心圈的群聊，这是我们整个社交圈的主要群聊，有我们最亲密的数百位朋友和熟人。关键是新郎伊桑、布莱克伍德以及他的母亲琳娜都是这个群里的重要成员。我一张一张慢慢地刻意地发送了那10几张合同截图。在最后一张截图之后，我打了一段说明，措辞冷静而超然。晚上好，各位，抱歉打扰。关于塞拉、罗德斯和伊桑、布莱克伍德原定于明日举行的婚礼，以上是我作为总协调人负责的所有供应商合同。截至今日，我个人已支付押金总计50888美元。所有未结清的尾款本应于今晚10点前付清。我刚接到新娘通知，我不再参与任何婚礼安排，请新任协调人立即联系各供应商，以免明日活动受到影响。塞拉罗德斯伊桑布莱克伍德，祝2位婚礼顺利。发出消息后，我静音了这个群聊。1年前，塞拉哭着对我说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场奢华、引人瞩目的婚礼。她说伊桑家有钱，但不想太高调。是我，她最好的朋友，把所有的担子都扛了下来。我曾对她说，别担心钱和人脉，我来搞定。你只要专心做最美的新娘。现在，她即将成为最美的新娘，而我成了被她丢弃的不吉利。莱克西的私信瞬间弹出，奥布里，你发到大群里了，你简直是传奇。我看见了，群里炸了。伊桑他妈的脸现在肯定白得像鬼。莱克西补充道，我猜就是他妈琳娜，讨厌你刚分手，觉得你不吉利。塞拉为了讨好婆家，把你卖了。那女人为了嫁进那个家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微微一笑，
没有回复。塞拉的好运马上就要急转直下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拉上被子，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连串陌生号码的紧急来电吵醒。我忽略了前几个，但有一个号码坚持不懈地打。我终于接了起来，保持沉默。一个惊慌的男声从听筒传来：“喂，是米勒女士吗？我是帝国盛典的德里克，金。”我简单地、平淡地回了个“嗯”。金先生听起来快哭了。米勒女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整个团队都在场地等着，联系不上新娘新郎。昨晚看到您的消息后，我们给布莱克伍德先生打过电话，他说他会处理，但现在他根本不接。合同尾款$38,000还没付，我们没法布置宴会厅。这婚礼还办不办了？我的语气异常平静。金先生，我已经不是协调人了，您需要直接联系新人，但我们联系不上，电话、短信都不回。米勒女士，我们接这单是看您的面子，您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啊。我打断了他，很抱歉，金先生，我现在只是一位无关的宾客。合同明确规定，最终付款是新人的责任。如果他们违约，您需要按法律程序处理。我挂断了电话。第二、第三个电话立刻追来。喂，米勒女士，我是摄影组的利奥。我们原定5点开始新娘晨袍拍摄，我们连新娘在哪个套房都不知道。奥布里，我是车队的弗兰克。你爸爸帮忙搞定的那些古董劳斯莱斯司机们都在等着。我们还没收到最后16000的尾款，没法启动。米勒女士，我一个接一个挂掉电话，最后把手机设置成了拒接所有陌生来电。莱克西在给我直播核心圈群聊的实况，群里已经乱成一团。金先生用大写字母发了一条消息，@了新人伊桑布莱克伍德塞拉罗德斯。今日婚礼是否继续？我方人员设备已在场外待命。30分钟后，我们将被迫撤离场地。摄影师利奥同样抓狂，塞拉罗德斯。新娘如不出现，您的晨袍、First Look、出格照等拍摄将全部取消。车队领队弗兰克更直接，伊桑布莱克伍德，布莱克伍德先生，尾款何时结清？如错过既定出发时间，责任谁负？10几家供应商在群里狂轰滥炸，而塞拉和伊桑却完全消失了，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应。群里的亲朋好友们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怎么回事？大喜日子联系不上新人，奥布里的合同显示还有10多万没付，我以为布莱克伍德家付的流油。听说奥布里被踢出伴娘团了，他也不当协调人了，怎么能把总指挥踢了？疯了吧！终于，伊桑的母亲琳娜·布莱克伍德，我喊琳娜阿姨的那位女士发言了。她发了一个过于欢快、尴尬的表情。哎呀，大家别担心，年轻人嘛，昨晚就是闹了点小别扭，手机肯定是关了，钱绝对不是问题，我现在就去场地处理，请大家稍等几分钟。他以为只要他出面，一切就能搞定。他以为只要砸钱就能让一切重归原位。莱克西发消息给我，奥布里，伊桑他妈在挽尊，他想保住脸面。我回了2个字，做梦。这场婚礼的核心从来不是钱，是我动用的所有人情、关系和信任。金先生立刻在群里回复了琳娜·布莱克伍德夫人，恕我直言，钱是其次。我们的团队只认可米勒女士为首席客户，所有流程、细节、设计规格都是直接与她敲定的。临时更换负责人，我们无法保证最终效果。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，我方概不负责。利奥附和道，没错，我们只听从米勒女士的指挥。她知道每一个关键节点和拍摄清单。弗兰克更直接，布莱克伍德夫人，那些古董车是看在米勒先生的面子上才调来的。现在米勒女士退出，我们的司机拒绝出车，他们不想担风险。琳娜完全懵了，随即勃然大怒。
不就是钱吗？把事情做了就行，我保证让你们都拿到丰厚的报酬。